新一期嘅居屋咧，綠置居同埋白居二將會破天荒同步接受申請啊！咁今次咧就會一共推出全新嘅6個屋苑，涉及9700幾個單位，其中2000個會要留俾雲福苑嘅居民選購。咁今集咧除咗會講一啲選購安排之外啦，咁仲有咧會講翻今期推出嘅一啲新措施。咁當然唔少得就係開門見廳呢種嘅新設計。嗱，如果睇片之前啦，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新一期居屋、綠置居同埋白居二嘅申請期由4月30號去到5月20號，6個全新屋苑，新界佔咗4個，分佈喺錦田、屏山、東涌同將軍澳。其中東涌裕豐苑就伙數最多，有2018伙。咁至於市區屋苑就有2個，分別係啟德啟陽苑同埋九龍灣盛智苑，相信會係6個屋苑入邊最受到大家追捧。其中盛智苑係綠置居嚟㗎，只限綠表人士申請，除咗公屋租戶，亦都包括通過資格審查嘅公屋申請者，佢哋可以申請綠表資格證明書，買入綠置居嚟到代替公屋編配。盛智苑就係上一期綠置居宏志苑嘅姊妹盤嚟㗎，喺麗晶花園隔離。咁我哋之前都講解過相關配套同周邊環境，咁大家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嘅連結睇翻。由於特設銷售計劃預留咗2000個單位俾雲福苑嘅居民選購，今期居屋嘅可推售單位會由8316伙調整到6926伙，而綠置居就會由1467伙調整到857伙。咁睇返雲福苑嘅單位面積由大概430到473尺不等。咁對於雲福苑嘅居民嚟講，咁如果想揀返400尺以上嘅單位，又有幾多可以揀？而對於今期嘅申請者嚟講，呢一類可售單位嘅數量又有幾多呢？先睇匯禧苑、裕豐苑同朗豐苑，400尺以上嘅單位留咗30到60間，3個屋苑仲有120到645間呢一類單位可以推售。咁至於將軍澳映輝苑都係留咗60間，2個市區屋苑就比較多。啟陽苑留咗160間464到490尺嘅單位，而盛智苑就留咗150間447到469尺嘅單位。2個屋苑嘅可推售單位數量分別係200間同189間。喺6個新屋苑入邊，我哋揀咗3個比較矚目嘅屋苑，同大家實地考察一下㗎，包括就係啟陽苑、匯禧苑同埋映輝苑。啟陽苑啦就係今期最貴嘅居屋啊！咁7折咗之後啦，平均尺價都要9300蚊。5個新居屋以7折發售，折扣率同舊年一樣，平均尺價由6240蚊到9300蚊。啟陽苑之所以成為今期嘅居屋王，主要有4個原因。第一，屋苑位於木和街8號，亦即係啟盈苑側邊。對出就係宋皇臺站，行1-2分鐘就到 A 出口，係今期最近港鐵站嘅居屋。而附近嘅九龍城轉車站亦都有多條巴士路線來往港九新界各區。第二，屋苑部分向東南方嘅中高層單位可以遠望到海景，呢一啲單位就集中喺靠近體育園嘅 B 座，主要係26到29室同埋13到14室。第三，作為新發展區嘅啟德，區內有多個大型商場同基建落成，配套完善。例如鄰近啟陽苑嘅啟德零售館，就有餐飲食肆同埋賣日用品嘅商店。而穿過宋皇臺站，九龍城街市都有各類鮮活食材俾居民選購。第四，啟陽苑坐落名校網，小學隸屬34校網，中學就屬於九龍城區，有唔少傳統名校，例如陳瑞祺喇沙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不過如果買家諗住揀啟陽苑，都有幾點要留意㗎。第一，屋苑嘅關鍵日期係2028年10月，樓花期長大概2年零5個月，係6個新屋苑入邊樓花期第2長嘅屋苑。第二，啟陽苑400尺以上嘅單位佔比比較少，例如464去到490尺嘅單位就係佔2成。
咁借計呢一類單位就係5個新居屋入邊佔比第二少，屋苑有成80%嘅單位都係400尺以下。不過嚟緊啟德都仲有新供應，如果今期揀唔到啟陽苑，可以留意翻隔離 2B3 號地盤，同樣係房委會旗下嘅資助出售房屋，預計提供大概1300伙。咁另外 2B1 號地盤就係房協旗下嘅項目，預計提供大概1800伙。第三，慕和街一帶有多個屋苑，雖然啟陽苑有部分單位望到海景，但係大部分單位都係以自身屋苑又或者側邊項目嘅樓景為主。而且嚟緊都仲有新供應，附近交通同購物配套係咪足以應付不斷增加嘅人口，都係買家需要留意嘅因素。啟陽苑嘅折後售價由大概219萬到480萬不等，綠表同白表買家分別最高可以做到9成半同9成按揭。用9成按揭去計，啟陽苑最平單位定價219萬，俾完1成首期之後，月供大概8500幾蚊。而最貴一伙定價480萬，俾完大概48萬嘅首期之後，月供超過18000蚊。匯熙苑呢就係今期樓花期最短嘅居屋啊，咁佢嘅關日期呢係2027年8月，樓花期大概1年03個月。除咗樓花期短，匯熙苑另一個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同啟陽苑一樣有鐵路優勢，住戶過條東匯路5分鐘之內就可以行到過去錦上路站。除咗港鐵站，屋苑側邊嘅公共運輸交匯處都有小巴或者巴士路線去元朗或者大欖隧道轉車站等等。不過由高空畫面就見到，錦田而家都仲係一個初步開發嘅階段，買得匯熙苑嘅買家就有心理準備做一陣開荒牛啦。首先就係買嘢方面嘅選擇唔多，而家最近屋苑嘅鋪頭得幾間，主要嚟自鐵路站裏面，包括71、鴻福堂等等。至於飲食方面嘅選擇，由錦上路站 B 出口行大概5分鐘就開到盈匯坊。不過鋪頭嘅數量都唔多。雖然匯熙苑嘅樓書有顯示項目自己都有街市同零售商店，但如果想有多啲買嘢或者飲食嘅選擇，始終要搭一個站去元朗站嗰邊。呢一個情況或者要等到錦上路站2期落成之後先至會有改善啦，亦即係而家嘅臨時公共運輸交匯處同埋臨時車站停車場。由柏龍嘅樓書就見到，等到錦上路站2期落成之後，交匯處就會重置返去柏龍嗰邊，而2期嘅基座就會有一個大概43萬尺嘅商場。對比返 YOHO Mall 連埋擴展部分嘅零售樓面，大概120萬尺咁睇，錦上路站2期商場嘅樓面就大概等於 YOHO 嘅3成半。事實上，部分投得2期嘅發展商，例如係信置、中國海外等等，都有份發展柏龍㗎。而2期將會提供大概1290伙，估計可以有協同效應。第二點需要留意嘅就係匯熙苑附近嚟緊不斷會有新供應，鄰近西鐵站嘅3幅用地，計埋匯熙苑嗰2座，第時一共會起21座公營房屋，涉及大概9000伙。而匯熙苑作為最早入伙嘅屋苑，住戶除咗要喺未來一段時間忍受地盤嘅沙塵同噪音之外，等到所有屋苑落成之後，錦上路站係咪足以應付新增嘅人口，亦都係未知之數。事關而家繁忙時間嘅錦上路站都已經好多人啦，第時當呢一個站貫穿埋北環線同埋計劃興建嘅中鐵線，人流都只會有增無減，承載能力值得關注。睇返匯熙苑嘅戶型分佈啦，同啟陽苑一樣，375到389尺嘅單位就佔得最多，有5成5，而400尺以上嘅單位就係佔1成半，佔比就係5個新居屋入邊最少。睇返我哋嘅8House App，項目附近嘅私樓柏龍，近日平均成交尺價大概17000蚊到，而匯熙苑嘅平均尺價就大概7150蚊。折後售價大概180萬到345萬不等，全部樓價低過400萬，淨係需要俾100蚊印花稅。
用90%按揭去計，匯熙苑最平嗰間定價180萬，俾完1成首期之後，月供7000蚊鬆啲；而最貴嗰間就定價345萬，俾完34萬幾嘅首期之後，月供大概13500幾蚊。映輝苑有住今期最大嘅單位，實用面積去到560尺。映輝苑嘅單位實用面積由283去到560尺不等，其中377到401尺嘅單位就佔得最多，有4成半；而447到560尺嘅單位就佔得最少，只有2成3，一共有372伙。除咗有超過500尺嘅單位，映輝苑另一個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個景觀啦。由於項目地勢有返咁上下，再加上以東係銀線灣，所以部分高層單位有機會望到海景；而以西就係鴨仔山，部分單位亦都會望到山景。不過就正因為屋苑貼近山邊，業主需要維修同保養地界以外嘅人造斜坡，同埋負責將泥釘修復。第二點需要留意嘅係，屋苑位於影業路16號，咁隔離就係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將會改建成為電影製作園區。咁計劃興建4棟1到7層高嘅建築物，暫時就未知會唔會對映輝苑嘅低層單位景觀造成影響。第三，映輝苑比較遠離港鐵站，由屋苑行過去坑口站，要經影業路呢一條斜路，行大概15到20分鐘先至到。地盤近住影業路嗰邊，而家就起緊條天橋，唔知道第時會唔會方便出入啦。不過就覺得等到屋苑落成之後，一定要增設巴士或者小巴路線去接駁返港鐵站，因為而家行起上嚟，大部分路段都係冇瓦遮頭，要日曬雨淋。第四點需要留意嘅係，雖然樓書顯示映輝苑自己有商業設施，但係估計規模有限。第時住戶想行街嘅話，始終要去坑口站嗰邊嘅東港城。總面積達到40萬尺，入邊有超過180間鋪頭，經天橋可以行過去 TKO Gateway， 有更加多嘅零售商店同餐飲食肆。最後一點要留意嘅係，映輝苑嘅關鍵日期係2028年12月，樓花期長大概2年07個月，係6個新屋苑入邊樓花期最長。映輝苑嘅平均尺價係7020蚊。之後售價由168萬去到423萬不等。同樣用返90%按揭去計，屋苑最平嘅單位定價168萬，俾完1成首期之後，月供大概6500幾蚊；而最貴嗰間就定價423萬，俾完42萬幾嘅首期之後，月供大概16500幾蚊。今期居屋雖然喺2026年接受申請，但係佢嘅官方名稱就係居屋2025，咁大家申請嗰陣就唔好搞錯啦。我哋都會將相關連結擺落 description box 俾大家參考。申請者可以經網上申請、親身遞交，又或者郵寄紙本都可以。綠表人士若果同時申請居屋2025綠表同埋綠置居2025，申請嘅費用就會係350蚊。白表人士若果同時申請居屋2025白表同埋白居二2025，申請費用就會係650蚊。除咗話居屋同埋綠置居係一齊接受申請之外啦，今期咧都有幾個新措施，大家可以留意下噶。第一，40歲以下嘅白表青年家庭同埋青年一人申請者會獲派多一個抽籤號碼。第二，前2次曾經連續申請居屋又或者綠置居而未能夠成功買樓嘅申請者，都會獲派多一個抽籤號碼。第三，綠白表嘅配額比例會由4:6調整到5:5。第四，今期新推出嘅資助房屋喺公開市場出售嘅限制年期會由15年縮短到10年。第五，白居二配額會加多1000個去到7000個，其中2000個會撥俾40歲以下嘅青年申請者。第六，部分單位嘅開則會由開門見廁轉做開門見廳。用今期居屋王啟陽苑做例子，
大部分一房單位打開大門之後就係大廳啦。咁對比翻上一期推出嘅啟盈苑，類近開式嘅大門擺得比較近廚房，一打開先會見到浴室。咁不過就覺得新嘅開式就未必夠舊嘅開式咁實用啦。因為廚房牆身同大門之間嘅呢個位置，通常會用嚟擺雪櫃。咁而家拉闊咗，好大機會擺完雪櫃之後，都仲剩唔少位置，反而就比較難用盡啲地方啦。撇除預留俾雲福苑居民選購嘅單位，今期可以推售嘅單位入邊，各類申請者會跟住以下嘅次序揀樓。咁首先就係受到清拆計劃影響嘅家庭申請者，包括就係華富村、彩虹村、馬頭圍村同埋西環村等等。咁第二就係家有長者同埋家有初生嘅綠白表家庭申請者，跟住先至會係其他家庭申請者。白表家庭入邊又以核心家庭行先。第三，受到清拆計劃影響嘅一人申請者。咁第四先至會係其他一人申請者。無論係居屋、綠置居定係白居二，咁都會喺今年第二季同一日攪珠。而綠置居就會喺第三季或者第四季揀樓，居屋就會喺第四季先至揀樓。咁6個新屋苑你又最中意邊個呢？留言話俾你知，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